train is going to enter platform number. 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很快，中午12点20，我们到达了苏万纳普机场站。走啊！在曼谷，除了苏万纳普机场，还有另一个朗曼机场。朗曼机场在曼谷的北边，苏万纳普在曼谷的东边。我们这2次坐飞机都是在苏万纳普。苏万纳普国际机场是泰国的主要民用机场，也是东南亚乃至亚洲重要的航空枢纽。苏万纳普机场的布局最早可追溯于1979年，泰国派遣考察团到台湾参考中正国际机场的设计。滑行道及跑道位于航站楼两侧，航站楼则采取 H 型设计，用以取代原先的朗曼机场。目前机场里的指示标识都有中文，按照提示去换登机牌过安检。其实苏万纳普机场这个名字是由时任泰国国王拉玛9世普密蓬阿杜德所赐名，梵语原意为黄金之地。苏万纳普这个词儿最早翻译为素攀地，原意就是黄金之地。但是由于缺乏确切的书面记载，史学上对苏万纳普这个地方的疆域、年代甚至存在与否尚有诸多的争议。在1350年至1767年间，泰国的首都大城被称作素攀地王国。在泰国，政府公告和国家博物馆坚持认为，苏万纳普是在中部平原海岸的某处，特别是在乌通古城，这可能是孟族陀罗波地文化的起源。这些说法不是基于任何历史记录，而是基于该地区4000多年前的人类定居点的考古证据和3世纪罗马硬币的发现。泰国为庆祝这一传统，遂将曼谷新机场以传说中的苏万纳普来命名。泰国人主张苏万纳普位于今天的泰国中西部，建于公元877到882年，是孟族王国陀罗波地文明的一个城市，名字是苏万纳普陀罗波地城，表明当时的陀罗波地被认定为苏万纳普。陀罗波地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0中记录为多罗波帝国。是啊，没安检吗？伦敦大学东南亚考古学荣誉教授伊恩·格洛佛则表示，20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早期文献中所报道的苏万纳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图上标记的具体位置，相反，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地方，也许相当于西方历史上的亚特兰蒂斯，是印度东部一个遥远的地方。商人、水手、佛教和印度教教师都去那里发财，传播教义，带回黄金和其他想要的异国产品，由国内崛起的精英和富裕阶层所创造的。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民族主义的议程上，苏万纳普的位置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主题。它仍然是亚洲历史上被神化的最多、最有争议的地名之一。由于缺乏历史证据、缺乏学术共识等多种因素，除了泰国、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以及印尼等东南亚的各种文化都将苏万纳普视为自己的一个古老王国，并声称其种族和政治后裔是其继承者。走在苏万纳普机场里，给人感觉登机的路程很遥远、很漫长。终于走到了安检的位置。有意思的是，在安检的时候，我掏出兜里的打火机，习惯性地向工作人员示意不要了，扔了，但却找不到垃圾桶或者手机打火机的篮筐。工作人员看我拿着打火机比划，并不明白我的意思，满脸疑惑地示意我把打火机和手机等都放在篮筐里一同过机器。原来这里不用扔打火机呀，打火机可以带上飞机。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都给整懵了。
电脑笔记本、移动电源等都不需要单独拿出来。等过完机器，如果有必要的话，工作人员会单独过来示意，所以整套安检流程还是很快的。这也体现出了人们相互信任的道德基础，不会给人很麻烦、不舒服的感觉。不是，现在那东西看完记不住，你不实际应用你记不住，没有意思呀。过了安检，揣好烟和打火机，继续走到登机口候机。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排队准备登机。没想到我们这趟航班还在远处等我们，所以需要坐一段摆渡车。摆渡车里一下子挤满了人，慢慢悠悠地向飞机开去。接下来就是排队登机了。一般这样的短程航线都是小飞机。在泰国这边，天铁上、飞机上经常会看到大幅的人像宣传广告，这一点来说确实是很少见的。其实从曼谷到清迈大约有700公里的距离，这2座城市可是泰国第1、第2大的城市。穿行在这2座城市之间的游客非常的多，所以交通方式也很丰富。当然，飞机是最快捷的，1个多小时的航程，而且价格贵的时候也只有1000多泰铢。除了飞机，如果想节省1晚酒店的费用，或者享受沿途的风光景色，同时又不赶时间的话，也可以选择乘坐大巴或者火车，通常都需要10几个小时，价格从几百到1000多泰铢不等。从曼谷到清迈之间有很多廉价的航班，因为本身只有1个多小时的航程，所以飞机上几乎什么都不免费提供。即使是中午时间，在飞机上想吃顿午餐，还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坐上飞机，终于可以睡一小会儿了。不过这个座椅空间比较小，而且还比较硬。别看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睡了一会儿就会感觉很累、很不自在。看看窗外，满眼都是泰北的高山。清迈是泰国北部清迈府的首府，泰国的第2大城市，同时也是泰国北部最大的历史文化城市，以及泰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然，清迈也是一个旅游胜地，曾被猫头鹰票选为2014年世界25大旅游地，并获选为第24名。清迈位于梅平河流域，梅平河是湄南河的主要支流，常年气候宜人，为泰国最宜居的城市。2019年，环球旅游咨询机构公布了世界10大健康城市排名，泰国清迈排名第2。另外，清迈还有一个美称“泰北玫瑰”。1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就结束了。下午3点50，我们到达了清迈国际机场。走下飞机的一刻，小朋友们表现出了说不出来的兴奋。之前对曼谷的不舍已经完全无影无踪了。飞机上太冷了，不是飞机上太冷了，冻死我了。清迈机场据说是泰国第5繁忙的机场，清迈机场里也都有中文指示，跟在国内的机场感觉差不多。只是清迈机场相对曼谷机场来说确实要小很多，候机楼甚至还没有国内的高铁站大呢。2楼为国际乘客离境大厅，1楼是国内国际乘客到达大厅。小朋友们其实对清迈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今天刚到清迈，他们决定住在清迈古城最热闹的东门塔佩门的旁边，先逛逛清迈古城，晚上在古城里找一家正宗的泰国餐厅，再吃一顿地道的泰国餐。感觉没走几步就到达了机场的出口。按计划接我们的司机还没有到，不过也算是正常。这里基本上都是上车就走，很少有长时间停留的车辆。等了几分钟，车来了，咱们下期继续吧。同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记得关注三叔，我们不见不散。